苏婉堂结婚3年，天天不着家，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。现在你还要跑回这穷山沟里，花5万块钱装修你爷爷留下的这堆破烂，你有一点女人该有的样子吗？明远说你要在乡下搞什么大工程，特意叫我们来帮忙参谋，结果到这儿一看，就是一堆破烂，还有装修的必要吗？这得拍下来，让亲戚们都看看。我这侄媳妇的眼光就是独到，就是会过日子。大姑、二姑，这房子只是外面看着破，装修好肯定可以住人的，而且要用来装修的钱都是我自己攒的，没动家里的1分钱。你的钱？你月薪4000，4年能存下多少？别说5万，1万你都拿不出来。现在亲戚们都知道你要花钱装修这摊破烂，你让我脸往哪搁？万商，你不老老实实在城里待着，跑回来折腾这破房子干什么？你爷爷守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不还是一事无成吗？妈，你别叫我妈，女人结了婚，最重要的就是生孩子。你倒好，3年了，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这个当妈的脸往哪儿搁？苏婉堂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不管这个烂房子，跟我回家生个孩子，跟我好好过日子，我还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如果不回去，不回去，那我们就离婚。明天下午民政局见。婉堂，你听妈的，你赶紧把这破房子扔了，回去跟明远好好认个错。女人结了婚就别瞎折腾了。妈，这房子是爷爷临走前托付给我，我不能辜负他。你是想气死你亲妈呀？婉堂，爷爷快不行了，这套老宅是我们苏家发家的根啊，它就在咱老家的村里，你一定要收好，答应爷爷，一定要守住它。爷爷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守住老宅。爷爷，我不会让老宅就这么塌下去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把老宅修复好。师傅，这宅子5万块钱能装修好吗？苏小姐，你那5万块也就够换个门窗的，要是全屋翻新，没个10几20万可下不来啊。能不能再便宜点？我现在手头有点紧。手头紧？手头紧就别折腾这破房子了。15万少1分都不干，我这还是看在一个村的份上，给的实在价。那算了，我先自己收拾吧。行，等你收拾不动了再找我，到时候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打扫卫生之前，先把东西都搬出去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地窖，这下面怎么会有地窖？这么多箱子，这么多黄金，假的吧？是真的是黄金！我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！这是玻璃种翡翠，从水头和刚性来看，至少民国前的老坑料。田黄，寿贺田黄，这一方的价格至少800万起步啊！周元昌窖藏，光绪26年封，以待后人。这批是正经的盐商窖藏，这些都是堂姐留给我的宝贝，我要发了呀！187克，按今天金价1001克算，一枚就是18万多。这还有4箱金锭，每个箱子里少说也有300枚，更何况还有这么多古董。青花发色浓艳而不浮躁，胎质细腻。大清乾隆制的青花缠枝连纹梅瓶，去年在拍卖行同类品成交价可是有足足1000两200万。1000多枚金锭，1亿8000万，梅瓶1000两200万，翡翠100件，田黄印章、名版古籍，这些东西统统加起来，少说也值10个亿。10个亿，苏婉堂，你发财了！不行，不能让人听见，今晚就得全部转移，一个都不能留在这儿。
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笑话。这些东西一个都不能留在地窖，万一有人来老宅，发现地窖入口就完了。得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井壁里有石龛，堂姐原来早就给我准备了第2道保险。就带这个出去，个头最小，做工最普通，不显眼。先卖它换点装修费，对外就说要对老宅翻新，方便掩人耳目。姑娘，买东西还是出货？出货，金青玉板制，您给长长眼。玉质一般，做工也糙，来路不明的玩意儿也就值10万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！10万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你出个价。孙老板，这玉可是和田籽料，用的更是类丝掐丝工艺，你的老花镜该换换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3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30万也太多了吧？它根本就不值这个价啊！这扳制的金丝掐丝是江淮工，和岩中周元昌家的造办处一个路数，你应该比我清楚这路东西究竟值多少钱。姑娘，你是行里人？拍卖行的鉴定师，摸过的东西不比您见的少。是行里人，你早说呀！30万1分不少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以后要是还有这路数的硬货，你得先找我，价格绝对公道。孙老板想多了，我就这一件祖传的，卖完就没了。姑娘，我在这行混了30年，你手里有没有存货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扳指只是你探路的石子吧？孙老板，不该问的别问。现在30万已经全部存到了卡里。昨天我还被所有人指着鼻子骂败家，但现在谁还敢说我？明远，等我给你看了笔存款，你就知道为我做都是对的。我们一家马上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这款蓝盘钢带的机械男表拿出来看看。女士，这款表8万8，您确定要看吗？算了，直接包起来吧。好的好的，我这就给您开票。明远以前总说男人有块好表才有面子，那就用这块表作为我们新生活的开始。下午2点，民政局见，别迟到。哟，这不是苏家那个败家媳妇儿吗？买这么多东西，是傍上大款了呀？我看啊，她就是故意要把老公气跑，好去找干爹包养，不然哪来这么多钱？我花自己的钱买东西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自己的钱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们家里什么情况，我们还不知道吗？你少在这装什么阔太太！我说的是对是错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。现在跟你们争辩，只会白白浪费我的口舌。装什么哑巴？周明远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娶你这败家娘们当老婆。等着办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，到底是谁瞎了眼。明远收到手表，应该就不会再提离婚了吧？婉婉，你小点声，这破楼隔音差。听见又怎么样？下午你就要和那个穷酸货离婚了，你还怕他知道啊？倒不是怕他，但我那笔钱现在还不能露馅。要是让他知道我一直藏着50万不给他花，他肯定要吵着分钱。那你打算装穷装到什么时候？再忍忍，等离婚证到手，我就立马搬去你那边住。那就让他守着那堆破砖头日子去吧。周明远，周明远，他是谁？哎呦，明远，你老婆脾气还挺大。周明远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操！你发什么疯？他是谁？你们早就勾搭上了是不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明远早就受够你，还想要明远的钱装修一堆破烂，真是笑死我了！贱人！给我滚出去！现在，立刻！3年，整整3年，我起早贪黑上班，工资全贴补家用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你工资才几个钱，没有我，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明远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你们早点办完离婚，我还等着去挑新家具呢。新家具？用你私藏的那摞50万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，
这3年你存着50万不给我花，天天跟我哭穷，让我挤公交吃泡面。周明远，你的演技可真好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我就是存了50万，我就是不给你花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区区50万，老娘根本就不稀罕。周明远，你会后悔的。还装呢？离了明远，你什么都不是，守着你的破房子哭去吧，看谁敢要你这种败家娘们儿！今天下午，民政局不见不散。钱快点，别拖拖拉拉的，我可没时间跟你耗。哎呦，还买了礼物呀！可惜啊，明远现在戴的是我送的价值1万多的好表，你这杂牌货扔垃圾桶都嫌占地方。1万多的表，也就你们当个宝贝了。苏婉堂，你就守着你的废砖头，好好过你的穷日子吧。记住，是你自己非要装修那堆破烂的，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我记住了。周明远，你也记住今天说的话，谁后悔还不一定。我现在还不能做赤山丘，凭借我鉴定师的身份，完全可以再变现一部分，租个店铺，开一个私家古董店，方便出手剩余古董。把老宅装修成普通的宅子，后院封死。谁也想不到，一个普通宅子下会埋着盐商窖藏。孙老板，20枚金锭，只要现金，老地方见。20枚，苏小姐，看来你手里真有大货啊！我这小庙怕是接不住您这尊大佛了。接不接得住，看了货再说。苏婉堂，你真跟明远离婚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们离婚这件事儿都已经传开了，都说你不检点，被明远休了，我和你爸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就是因为你天天不着家，整整3年都没能给明远生个孩子，还非跟他对着干，明远才跟你离婚的。以后还怎么嫁人？谁来给我们养老？如果现在告诉爸妈我现在有钱了，他们只会坚定我被婚内出轨，被人包养。妈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你就别管。苏小姐，这20枚金当，枚枚赤金，商号款清晰，可是硬通货。按今日金价，1枚18万，这20枚可就是360万。钱准备好了吗？苏小姐，下次有货还找我，价格好说。离婚分到的这些财产还是要带走的，如果什么都不带，只会引人怀疑，增加窖藏暴露的风险。这不是苏家那个败家媳妇儿吗？这是被扫地出门了，拖着破箱子跟流浪狗似的，真可怜啊！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花5万块装修一堆废砖头。现在好了，被老公休了，说不定连娘家都不回去了。装修那破房子，迟早饿死街头。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瞎折腾，自食恶果。这种女人，活该没男人要。他们说的对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瞎折腾的人，确实该自食恶果。等着看吧，我苏婉堂很快就会成为你们高攀不起的存在。周元昌的窖藏不该属于你。周元昌的窖藏不该属于你。你是谁？声音经过变声处理，他是在刻意掩盖身份。但周元昌窖藏这5个字，绝不可能是随口编出来的。爷爷走之前不可能将窖藏的事情告诉外人。现在这世上知道这批货存在的人，除了我，就只有孙德厚。苏小姐，下次有货还找我，价格好说。孙德恒既然敢打电话威胁，就说明他已经起了歹心。藏在枯井里的窖存，迟早会被人发现。都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但我不能再赌了。这批货必须尽快洗白，变成合法的流通资产。
开店必须马上开，不能再开私人小店，必须要开聚宝街最大的店，把生意摊在明面上，让所有人都盯着我，反而没人敢轻举妄动。珍宝阁是聚宝街最老的招牌，占地200平，秦爷秦振山更是业内泰斗。如果能拿下这家店，就等于在聚宝街插了一面旗。这姑娘面生得很，看着也不像行家，竟然敢往珍宝阁里闯。就她这打扮，怕不是走错门了吧？珍宝阁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姑娘，我们店不收散货，要是卖东西，去后街的地摊。我不卖东西，我来买东西。买东西？我们店最便宜的摆件也是6位数起步，您确定要看？看东西还要验批吗？敢进我珍宝阁的，不管是真有钱还是假装阔，都有几分胆量。秦爷，那方印，我能上手看看吗？姑娘好眼力，一上来就盯上我的镇店之宝，这方明代寿田田黄，可是20年前我从拍卖行重金收来的。秦爷这方印，业内谁人不知？去年市场上，去年还有人出价800万，秦爷都没舍得割刃。这可是珍宝阁的招牌，多少人慕名而来，就为看一眼这方印。800万？那秦爷当年收的时候花了多少？350万。20年前，350万可是能在京城买3套4合院的。秦爷，您这方印保养得不错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黄口小儿，你竟敢说我的镇店之宝是燕简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黄毛丫头也敢对秦爷的镇店之宝指手画脚？秦爷，您在这行混了30年，不会连这个印纹的刀法不对都看不出吧？刀法不对？我看这线条挺流畅的。这印纹的刀法是电动刻刀法，转速均匀，所以线条光滑。真正的明代铁线篆，用的是手工刻刀，实质坚硬，崩裂处如刀削斧劈，具有刚劲。至于萝卜纹嘛，太规整了，像用尺子量过一样。天然田黄的萝卜纹是絮状纹理，深浅不一。您这方印的萝卜纹倒是像激光雕刻后做旧的。你说的要是真的，那这红金格？红金格是化学染色，颜色浮于表面。真正的红金格是实质内部的自然纹理。我这方印可是有证书认定的，鉴定报告出处证明一个不少。你一句话就想否定我20年的招牌？我故意用光线遮住方印上的瑕疵，就是担心被别人发现我当初买到的是假货，伪装了这么久，没想到现在竟然被一个后生看穿了。他是蒙的，还是真有本事？证书可以造假，出处能编故事，鉴定报告花钱就能买。口说无凭，我们又怎么相信你说的就是真的？那当然是因为真品在我手上。这方印是清代延中周元昌的私印，光绪26年封存，近日为止从未在世间流传过。仅凭一张照片，就能看出这方印的实质温润，雕工精细。这才是真正的周元昌私印。那秦爷店里的这个，我这方印是假的，我刚拿到手就发现方印是个赝品，但我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，只能对外谎称我买到的就是真的。秦爷能当众承认，气魄果然不凡。秦爷没同意，也是担心方印流出，更多人上当受骗吧。姑娘，既然真品在你手中，你能否将它卖给我？我愿意按市场最高价3200万买下。3200万，这价格可是远超方印本身的价值了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秦爷买的可不是方印，而是这珍宝阁的招牌。抱歉，秦爷，我不准备买。不过，这方真品田黄印我可以直接送给您，但是您得把珍宝阁给我。哈哈哈！好一个狡猾的女娃！你以为凭一个方印就能弄走我秦某30年的基业？等着试呢！这边地盘吗？秦爷误会了，我不是要赶您走，更不是要抢您的地盘，我说的是合作。合作？
要是传出去珍宝阁20年的招牌是假的，您在这行可就没法立足了吧？你在威胁我？当然不是，我可以把真品放上去，但您要将店面交给我打理，自己退到幕后。我来当珍宝阁的主人，您还是这儿的泰斗。我站在台前，您坐在幕后，我们各取所需，两全其美。好一个女娲，有点意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婉堂。但珍宝阁不是开玩笑的地方，我不可能把30年的基业轻易交给一个陌生人，除非你能证明自己确实有这能耐。您想让我怎么证明？小李，去库房，把甲字柜里那3件东西拿出来。是。这是光绪年间的仿品，杯身的豆首色泽虽然艳丽，但清华发色浮于胎骨之上，就像是浮在釉面上的一层油漆，看似浓艳，实则死板。至于那所谓的蚂蚁光，而这只杯子的蚂蚁光是化学验剂做就的，其实不是光，是油污。一擦就掉，这是典型的光绪年间仿成画的手法，近仿而不乱，大批量生产的东西，放在300年前还算是精品，现在嘛，也就值个3、5万吧。继续。第2件，乾隆年间的和田玉扳指。白玉冒充和田玉吧，和田玉的密度是2.95到3.17。白玉的密度是2.89到2.97，看似差距不大，但和田玉的重量感是坠手的，一入手就知道这枚扳指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毫无陈年感。而且你看这玉色，过于均匀，完全没有和田玉那种温润的糯树感。白玉用来骗外行还行，在行家面前不值一提。连续说对2个藏品，就连假在那儿都说得分毫不差，这苏婉堂还真有些本事。还有最后1件，宣德铜炉，这可是重器。这尊宣德铜炉，你要怎么判断？这是真品，这应该是明末工匠所铸，用的是宣德朝剩余的封膜铜，只是什么？宣德铜炉的金属结构应该更加致密均实，可这尊铜炉的金属结构略显疏松，但这恰恰证明了这尊铜炉的价值。它承载的是一段记忆变化的历史。3件藏品，2假1真，你不仅全部说对了，还分析得头头是道，这已经超出了普通鉴定师的水平。这是大师级的眼力。那我们的赌约，我秦某愿赌服输。从今天起，我退居幕后，你就是珍宝阁的老板。秦爷，您是认真的吗？这丫头不过20出头，您真要把这珍宝阁交给她？秦爷，我们跟您打了多少年的交道？这珍宝阁的招牌可是您用半辈子拼出来的，可谁知道它底下干不干净？我秦某人活了大半辈子，看人什么时候走过眼，他的眼力，我们大家有目共睹。将珍宝阁交给他，我放心。我不过经手过的东西多了些，眼力磨得比常人尖一点罢了。珍宝阁30年的金字招牌，我接过来不是要把您挤走，是想跟您一起把它擦得更亮。好一个擦得更亮！日后店里的经营全由你说了算。至于那方田黄印，方印我明天一早就送到店里，摆在正厅的紫檀神龛里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珍宝阁的镇店之宝是真的。不仅是方印，我明天还会为店里添置一批新藏品。
明天就要把方印和新藏品带到珍宝阁，如果全都是窖藏里的东西，难免让人起疑。必须在外头收几件珍品，混着摆出来，才能掩人耳目。大爷，您看好了，这可是正经的宣德炉，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，家里急用钱才拿出来卖。您给8万拿走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敢在老子的地盘上卖假货！你爹死了关我屁事！拿着破碗来糊弄谁呢？这是我爸用命换来的，是真的宣德清华，你们不懂就。哪来的娘们儿？少管闲事儿！这臭小子在老子摊儿前骗钱，不打不长记性。他骗你什么了？他拿着这只破碗，非说是宣德青花，想卖给路过的人，这不是砸我们市场的招牌吗？姐，这碗是真的，我爸跑了大半辈子。这是他从一个老收藏家手里换来的，高足8碗，釉里红。如果款迹完整，这很可能是宣德朝官窑的孤品。完整品相在拍卖会上能拍到数千万，即便有残缺，也绝非寻常期可比。碗给我看看。原来是个傻娘们儿，这破碗白送都没人要，他还认真看起来了。姑娘，这种把戏古玩界每天都有，你别被这小子骗了。他一看就是个惯犯。这碗你打算卖多少？5万。我妈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呢。5万？这破碗50都不止。这个年轻人守着父亲的遗物被人当众羞辱，眼神却依旧保持清澈，这样的人值得拉一把。姑娘，你脑子坏了吧？还真打算买啊？5万，我要了。姑娘，这碗要不你再让我看看？要是真是什么好东西，我出10万，我出15万。姑娘，咱们好商量。刚才你们不是还说这破碗50块都不值吗？怎么现在又想要了？晚了。如果碗底的款迹完整，这只碗的市场价至少在500万以上。同类完整品相在拍卖会上从未低于3000万。5万捡了这个漏，珍宝阁重新开张，又多了一件足以镇场的重器。姐，你等等，我叫沈烨。你为什么愿意花5万买这只碗？你真的觉得它是真的？你觉得它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爸绝不会骗我。他说这是他从一位退隐的老收藏家手里换的。那你为什么让他们打成那样也不松手？因为这是爸留给我最后的东西，卖了它，我妈就能做手术。你做得对，这碗确实是真的，而且它比你想的还要值钱。姐，你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。这么早就回来了，有什么收获？5万收的，您看看。碗口缺了这么大一块，胎骨外露，釉面粗糙，你确定不是打了眼？您上手看看，注意碗心的位置和器型。高足8碗，不对，这胎质，这不是粗糙，这是……甜白釉底，高足8碗，这是宣德官窑的胎。等等，碗心这么红，
是釉里红。青花釉里红的高足把碗，全国存世的完整期不超过10件，专供宫廷祭祀使用。5万，你这是捡了个天大的漏啊！这碗虽然有缺口，但器型罕见，工艺顶级，存世极少，500万轻轻松松。若是碰上专收宣德瓷的行家，1000万都不在话下。500万，你沈燕，从今天起，你在珍宝阁当学徒，管吃管住，工资1月1万。你母亲的医疗费我包了。学徒，可我什么都不会啊。不会就学，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。姐，我跟你干。苏姐，这碗真的是宣德官窑高足比碗，专供宫廷祭祀，存世完整期不超过10件。你往后站一点，挡光了。对不起，苏姐，我太激动了。宣德朝釉里红烧成绿，实不存一，这抹红能留到现在，还真是奇迹。苏姐，你额头有汗，我帮你擦一下。苏姐，你认真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拍卖行10年练出来的，你抓紧学，别光看脸了。人看着怪瘦，长得倒是不错。款迹完整，胎骨细腻，釉里红发色沉稳，比预想还要好。买个1000万应该不在话下。1000万！走，我再带你去街上淘点好东西。好的，苏姐。顾少，您来了，秦爷在里间等您呢。不急，我先看看秦爷最近收了什么好东西。青花釉里红高足把碗，高足把碗，天白釉底，这胎质，这碗是谁的？是不是秦爷的货？不是秦爷的。不是秦爷的，那是谁放在这儿的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卖家？我愿意出1000万，不，1500万。顾少来得正好，要不要尝尝今年的明前龙井啊？秦爷，那只碗究竟是谁放在这儿的？顾少，这碗是谁的？等到明天你就知道了。秦爷，麻烦帮我将这张拍卖行 VIP 卡转交给这碗的主人，我明日再来。顾景年，顾氏拍卖行，这条线算是搭上了。多谢秦爷替我联系上顾景年，还帮我打掩护。苏丫头，你这步棋走得妙啊！顾景年那小子眼珠子都快粘在那碗上了。不急，让他再馋一碗，明天该让他看点更好的。顾氏拍卖行，京城最大的拍卖行，如果能搭上这条线，窖藏里的东西就能一件一件洗白。到时候别说10个亿，100个亿也能光明正大的花。明远，你看这个瓶子好漂亮呀！喜欢就买。哟，这不是苏婉堂吗？怎么跟我离了婚，跑到这古玩街来捡破烂了？周明远，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我来做什么跟你有关系吗？明远，你看他还是那副穷酸样，离了婚连个像样的包都买不起，还来古玩街，怕是连真货假货都分不清吧？看见没？正宗的康熙五彩，摊主说了，宫里流出来的8万块。苏婉堂，你这辈子怕是连8万块的瓶子都没摸过吧？康熙五彩，姑娘，这确实是正经的康熙五彩，我这可是有鉴定证书的。周明远，你这瓶子是民国仿品。你这瓶子是民国仿品，瓶子用的是化学材料，釉面贼光是因为做旧不到位。真正的康熙五彩，青花发色沉稳入胎，材料有厚度。你这瓶子材料浮在表面，像刷了一层油漆。瘦得跟猴似的，这就是你新找的姘头？周明远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
现在你们俩孤男寡女混在一起，谁知道背地里干什么勾当？你闭嘴！苏姐不是那种人。周明远，这瓶子你花了8万，3天之内釉面就会开片脱落，到时候别哭着来找我说后悔。还有，你手上那块表也是假的吧？表盘上的皇冠标正品的尖角是锐利的，你这块钝得像玩具似的。周明远，你这辈子也就配买假货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苏婉堂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指手画脚？为了跟这小情人出气，你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周明远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跟谁在一起，还轮不到你来管。离婚？离婚了，你也是我睡过的女人。你再说一遍！我就说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周明远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就算我现在立刻和沈燕去领证，也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。苏婉堂，你少在这装清高，离了明远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现在又跟了这个穷酸小子，你们一辈子也只能窝在你那一堆破烂宅屋里了。周明远给你买了一身假货，你就这么对他感恩戴德了吗？你贱人！你敢动苏姐一下，我就跟你拼命！还真是个傻小子，明明打不过，还往前冲。周明远，这古玩街上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你连自己身边的女人都看不透，还妄想买到真古董。苏姐，对不起，我给你丢人了，我不该冲上去的。你做得对，一个男人如果连保护自己人的勇气都没有，就不配站在这里。苏姐，你真的不嫌弃我？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给你惹麻烦。你不会，我都可以教你。这手镯哪来的？这是我妈给我的，让我带着保平安。这是豆种翡翠，俗称碧货，颜色是化学染的，戴久了会伤皮肤的，尤其是你这种过敏体质。你看你手腕这里。那我妈她知道吗？她也是被人骗了。古玩这行真假难辨，但你不一样，你现在跟着我，就不能再被骗了。苏姐，那好歹是害你的东西。沈烨，你记住，在古玩行，眼力就是命，连真假都分不清，就不配吃这碗饭。明天店铺重新开业，我带你去买套衣服。苏姐，这太破费了吧？你叫我一声姐，我就不能让你在外人面前丢人。两位是来买衣服的吧？我们店刚到了一批意大利进口面料，两位是姐弟还是情侣？不是，我们都不是。给他挑一套西装，藏青色，修身款，再配一条领带，要暗纹的。先生穿这套真合适，气质一下子就出来了。苏姐，不错，再去挑个表吧。这块劳力士和周明远那块假表是同款，但这一次我要让沈燕戴真的。女士，这款表是劳力士日志型蓝盘，公价9万8，包起来。您是要送给这位先生吗？苏姐，9万8，太贵了，我不能要。沈燕，你都叫我姐了，当姐姐的给弟弟个送礼物没问题吧？带上它，以后面对周明勇那种人，你就不用再低头了。姐，我记住了。即日起，珍宝阁更名为藏珍阁，掌柜由秦振山交与苏婉熙女士执掌，秦振山退归幕后。珍宝阁30年的招牌，说换就换，这苏婉堂是什么来头？我听说秦爷店里的镇店之宝被他揭穿是假货，秦爷非但没有生气，还当场把店交出去了。不可能吧？秦爷是什么人物？聚宝街谁不给他3分面子？能让他在众目睽睽下认栽？这姑娘什么背景？一个20出头的女娃做掌柜的位置，聚宝街这潭深水，她能趟得过去？门开了！即日起，珍宝阁更名为藏珍阁。各位，里面请。那就是真品田黄印，实质果然不凡。秦爷真是舍得，为了这方印，连30年的家业都交出去了。各位，藏珍阁今日挂牌
我是苏婉堂。我知道在座不少人心里在犯嘀咕：一个无名小辈，凭什么执掌聚宝街的头号招牌？凭的就是这个。一只缺了口的破碗。苏掌柜，藏真阁开业第1天就拿只破碗招待客人，是不是太寒酸了？这只碗。不知能否请您帮忙长长眼？客气了，随时欢迎。苏掌柜，只凭你手里这一只碗，可赢不来我。苏掌柜要是有其他宝贝，可别藏着掖着啊。3天后的赏宝会，若只有这只高足把碗和天皇印，恐怕镇不住场子。按照规矩，你不能拿我之前放在店里藏品。这样一来，你还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秦爷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顾少这么快就来了，秦爷，这你就不地道了。珍宝阁易主这种事情也不提前告诉我。您就是珍宝阁，不对，藏真阁的新掌柜苏婉堂，苏掌柜吧？没错，是我。不是苏掌柜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顾少请。苏掌柜，我顾几年做事不喜欢绕弯子。那只宣德青花釉里红高足把碗，顾氏拍卖行愿出1500万买下。顾少爽快，但这1500万我不能收。哦，苏掌柜是嫌我给的价太低了？不，顾少真心喜欢的话，只要1000万就够了。1000万？苏掌柜没在开玩笑？当然没有，但是我还有条件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日后所有找你出手的重器，顾氏都不得询问来历。苏掌柜胃口这么大，看来苏掌柜手上的好东西不少呀。顾少，你同意吗？顾少，你同意吗？成交。我是一个商人，这么好的合作机会，我怎么能拒绝？至于你的东西怎么来的，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3天后赏宝会我会到场，期待你的东西。苏掌柜，除了这只碗，你手里其他要出手的重器，现在就可以列清单了。顾氏拍卖行的档案团队随时可以开始工作，保证给他们一个干净的出身。多谢顾少，清单我会尽快拟好。姐，刚才那位顾少跟你谈了什么？他看你的眼神不太对劲啊。想什么呢？我和顾少是正经生意伙伴，他出1000万买那只宣德碗。1000万？
可我怎么觉得他对你好像不仅仅是生意上的欣赏？姐，不要太晚，喝点牛奶暖暖胃。谢谢。店里的古董说明牌做了几套了？已经全部做好了，每个古董的历史故事、商品价值都写得一清二楚。做得不错。我再去整理一下展柜。你慌什么？我又不吃人。没有，我就是……沈燕，坐下来歇会儿。赏宝。姐，你肩膀太紧了，我帮你捏捏。不管赏宝会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沈燕，姐，你回来了，我给你留了夜宵，凉了我去热。不用，我不饿。你怎么不回去睡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半夜出去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来，搭把手。这是乾隆梅瓶，姐，你这么晚出去就是为了他？他的上一任主人着急用钱，通过熟人介绍才找到我。这事关系重大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别多问，去帮我拿放大镜和手套。哦，好。不是不信你，而是知道的人越少，你越安全。姐，这就是你说的老宅，虽然破了点，但底子真好。堂姐留给我的，我想把它修好，以后还有个退路。沈燕，你先去清理一下后院的杂草吧，我打扫一下屋内的卫生。姐，这香堡上有东西，挺深的。旧宅子年久失修，下面是口枯井，早就荒废了。别看了，快去搬梯子。哦，管好你自己，别摔下来。姐，你小心点儿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姐，对不起。既然没事，就继续干活吧。姐，以后我要把这里修成个大院子，种满花，搭个秋千，你在树下晒太阳喝茶，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吹牛！我说真的。晚堂，赏宝会的规矩我再跟你交代一遍：5位元老评审当场点评，排名末位的店铺要当众摘下匾额1个月。这等于是把脸面扔在地上给人踩，你可想好了？秦爷，我想好了。藏真阁既然接了这杆旗，就没有退路。这一战，我们只许胜，不许败。苏掌柜，这是顾少让我送来的档案资料，请您过目。替我谢顾少。姐，这是什么？顾氏拍卖行的常规档案，证明我委托上拍的藏品来源干净，手续合法。这是拍卖行的规矩，也是对买家的负责。哦，原来上拍还有这么多手续。只有把档案做齐全，才能堵住那些想挑事的人的嘴。姐，你懂得真多。鉴赏大会现在开始，请各家掌柜依次展示藏品。
诸位，这尊明代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是我玉钱堂压箱底的宝贝，市场价2800万。好家伙，永宣宫廷佛像，这品相市面上5年不出一件啊！赵掌柜果然家底雄厚，这尊佛像一亮相，后面人的压力可就大了呀。玉满堂的招牌果然不是虚的，这佛像往这一摆，谁还敢上台？各位，我玉满堂的货看完了，接下来该轮到藏真阁的苏掌柜了。真阁一个新店，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重器？慢着，苏掌柜讲的天花乱坠，老夫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可老夫有几个疑问，不知苏掌柜能否解答？刘掌柜，请讲。第一，这梅瓶釉色过于鲜亮，倒像是新仿做旧的。你这瓶子亮得晃眼啊！第二，这梅瓶从未在任何拍卖记录、古藏项目中也从未出现过，现在它凭空冒了出来，该不会来路不正吧？不会吧？莫非这是盗墓货？这可是会犯忌讳的。一个年轻女人突然拿出这种重器，确实古怪。苏掌柜，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啊！诸位，这尊梅瓶已由顾氏拍卖莽盲完成专业审核，来源清晰，手续合法，这是正式公函和鉴定证书。刘掌柜，质疑顾氏拍卖行的专业与公信度，就是在质疑我顾家3代人的招牌。您确定要质疑吗？经评审团一致碰定，藏真阁苏掌柜所成乾隆精湛清华首坛之莲纹梅瓶力压群雄，荣获本届赏宝会头名。多谢顾少今日解围。作为合作伙伴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位顾少倒是靠谱。苏万堂，你果然在这儿。周明远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哼，没想到你骗人骗到这里来。大家听好了，苏万堂就是个骗子。3天前在古玩市场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这只瓶子是假的。今天赏宝会这么多专家前辈在场，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再说一次？就是，他肯定是看到明远和他离婚后过得比他好，故意这样说的。原来是前夫来砸场子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这是我花8万块买的康熙5彩纹瓶，苏万堂却说我这是假货，还说3天之内釉面会脱落。今天正好第3天，瓶子完好无损，他不是骗子是什么？周明远，你确定要我在今天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鉴定这个假货吗？什么假货？你不是说3天之内釉面必脱落吗？今天正好第3天，瓶子好好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你信不信？不出1分钟，它的釉面就会脱落。苏万堂，你可真能吹啊！我就在这等着，看它会不会脱落。姐，这么多人看着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3、2、1。真脱落了！8万块买了这么个玩意儿，还跑来砸场子。3天前我就说过了，你非不信，现在当众出丑，满意了？你是故意的，你设局害我！我害你？不是你自己非要抱着假瓶子送上门来求鉴定的吗？周明远，你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！苏掌柜好眼力，佩服。婉婉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花8万块买个假瓶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被人笑话。周明远，我当初怎么就跟了你这个窝囊废？这都是苏万堂故意害我的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翻身的。翻身？你拿什么翻身？周明远，我们完了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苏万堂，都是你害的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明远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孩子来就来，还买什么东西？最近怎么样？是不是又瘦了？妈爸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担心你们。还是女婿好，不像苏婉堂那个不孝女，到现在都没回来看过我们一次。
妈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二老说说晚唐的事儿。我知道你们心里怪我，觉得是我没守住这段婚姻，可当初真的是晚唐他，当初就是他非要折腾那个破老宅，好好的家就这样被他拆散了。爸妈，你们知道吗？他现在开了聚宝街最大的古董店，他之前就是一个月薪4000的鉴定师，这背后说不定有见不得人交易呢。我就知道，我就说他怎么突然就发达了，原来是在背地里干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他还给店里那个叫沈燕的学徒买名表、买西装，两人住在一起，孤男寡女同进同出，外面的人都说那是他演的小白脸儿。作孽呀！这个不要脸的死丫头，她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离了婚就不知检点，居然还跟男人鬼混，丢人！简直是丢尽了苏家的脸！我怎么生出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女儿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她，我非要当面问问她，她还要不要脸，还要不要我们这个家？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我们苏家没有。爸妈，你们别动气，伤了身子。晚唐他可能就是一时糊涂。明远啊，还是你良心好，那个死丫头放着这么好的老公不要，非要去外面鬼混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让她给你一个交代。苏晚唐，你给我出来！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还有脸叫我们爸妈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我们苏家世代清白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？听说你被老男人包养，还跟店里那个小白脸不清不楚，你说这是不是真的？就是这个小白脸儿，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往哪儿搁呀？爸，您干什么？这花瓶价值连城，砸了您赔得起吗？价值连城？你哪来这么多价值连城的东西？明远说的对，你以前就月薪4000，现在突然发大财，不是被人包养了是什么？你这个死丫头，明远那么好的丈夫你不要，非要离婚跑出来鬼混。现在好了，都说你靠男人上位，你让我和你爸以后还怎么见亲戚朋友啊？爸妈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到后院去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。有什么话不能当众说？你是不是心虚？是不是不敢让人知道你的丑事儿？爸，您要脸，我也要脸，但有些事只能关起门来说。你要是还想认我这个女儿，就跟我进来。爸妈，这些东西你们看清楚。你们说我被人包养，那你们看看这些合同上写的谁的名字？是苏晚唐，是我自己的名字。这谁看得懂？明远说了，这些合同都是可以伪造的。爸，周明远婚内出轨私藏50万存款的事儿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他这3年来让我挤公交吃泡面，自己偷偷攒钱在外面养小三儿，这种男人你们还觉得他好吗？什么婚内出轨？爸妈，周明远是见不得我好，故意挑拨。您看他现在落魄了，就眼红我，想拉我下水。那也不能说明你在外面是就干净的。你就是沈燕？是的，叔叔。你跟婉彤是什么关系？你们是不是住在一起了？没有，我住在店里后院的学徒房，苏掌柜住内间，我们各住各的。我是他收的学徒，他教我鉴定古董，我帮他打理店里的事儿。就这么简单？阿姨，苏掌柜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正直、最有本事的人，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我感激他，尊敬他，绝没有半点非分之想。你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我爸以前是跑船的，出了意外去世了。我妈身体不好，在医院休养。这孩子看着不像说谎。但苏万堂，你要是真做了伤风败俗的事儿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爸妈，我苏婉堂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。周明远是什么人，你们以后会看清楚。两个老废物，进去这么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被那丫头骗子3言2语就哄住了。靠谁也不如靠自己。走，今天放开了给我砸！出了事儿，我担着。苏万堂，给我滚出来！周明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破玩意儿能值几个钱啊？你们干什么？滚一边去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周明远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发疯？苏万堂，
明明是你把我逼上绝路，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沈烟，真是疯子！我只是想砸店，可不能闹出人命啊！我们走。傻小子，你挡什么啊？我又不是躲不开。婉堂姐，我没事，保护你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在我心里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这小伙子，刚才那一下是真的不要命了啊！周明远那个畜生，我们真是被他骗了。小伙子，刚才叔叔错怪你了。叔叔，别这么说，保护苏姐是我应该做的。万堂，妈错了，妈不该听周明远那个混蛋挑拨，他刚才带人来砸店，是要害死我们啊！妈，周明远是什么人？你现在看清楚了，他不是我害的，是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路。周明远的这笔账，我迟早要跟他算清楚。姐，你可不要冲动做傻事啊！放心，我有分寸。万堂，妈现在看出来了，周明远就是个畜生，以后你说什么，妈都信你。那个混账东西，老子活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被人当枪使。万堂，之前是爸错怪你了。苏掌柜，打扰了，顾少让我来传个话，拍卖会的所有筹备工作都已就绪，还请您剩余的拍品还请尽快送过来。我知道了，替我谢顾少。这是此次拍卖会的拍品清单初稿和档案表格，顾少说请您过目，如果有要调整的，可以随时联系他。姐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要办一场拍卖会啊？出一些小玩意儿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。爸妈，今天晚上我要出去一趟，晚上就让沈燕带你们去酒店休息。姐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你一个人晚上出去太危险了。不行。那你小心点儿。放心。就剩最后一批了，之前已经将东西分批取走，交给顾谨言整理档案了。现在取完这批，就再也不用隐藏这里了。爷爷，我明天就安排工人把宅子翻新一遍，守好我们苏家的根。进。苏掌柜好效率，我以为你最快也要明天早上。夜长梦多，好东西放在手里多一刻，就多一分风险。好货色，雍正粉彩，胎质细腻如纸，釉色莹润如玉。这对碗放在任何专题拍卖里都能当压轴货。不走专题，走常规场子就好。把这对碗和50枚金锭全部放入明晚的场子就好。苏掌柜，这对碗加上你之前送来的藏品，足够办一场专题拍卖了。你确定要这么低调？确定，档案方面越普通越好，不需要任何特殊说明。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有个消息要告诉你，这位霍先生是港城收藏界的泰斗，他已经提前放话，说明天白天的预展要亲眼看看苏掌柜的货。霍延恩，我听说过，是港城的传奇人物，他要看就让他看。霍老先生在圈子里以刁钻著名，被他看上的东西，要么一飞冲天，要么万劫不复。苏掌柜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苏婉堂走到今天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顾少，明天的安保麻烦再加一倍人手，我担心有人会趁机闹事。放心，早就安排好了。请。这位就是霍先生，港城收藏界的泰斗级人物，经他手过眼的东西，没有一件走过眼。霍老先生，久仰，我是藏真阁苏婉堂。苏掌柜，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啊。苏掌柜，这对碗的釉色温润过人，胎薄如纸，确实是雍正官窑的上品，但这里有一处缩釉点，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坏了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这碗有瑕疵？霍老先生好眼力，这处缩药恰恰是雍正早期官窑的典型工艺特征。哦，雍正早期
官窑会在配比中增加石英成分，它会导致在烧造过程中出现轻微缩釉，这看似瑕疵，实则是断代的关键证据。这是故宫出版社的雍正官窑瓷器研究，书中收录的数件故宫藏雍正粉彩都有类似的缩釉现象。后期仿品反而因为配方成熟，釉面过于完美，不会出现这种特征。苏掌柜不仅眼力好，准备的也很充分啊。霍老，这是这对粉彩碗的全部档案，鉴定证书、来源声明、关税证明一应俱全。故事拍卖行对所有上牌拍品负全责。今年这女娃的东西来路不干净吧？霍老，故事的档案经得起查，每一件藏品都有完整的合法手续。晚上拍卖会我会亲自到场，我期待你的表现。姐，那个霍先生刚才什么意思啊？怀疑是正常的，他越是怀疑，就越说明他是个真正的行家。前面的藏品拍卖的还算顺利，好在有顾景言准备的档案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接下来登场的是清雍正粉彩福寿纹碗一对，起拍价800万、1200万、2000万、3500万。姐，这价格涨得太快了。好戏才刚开始。5000万，5000万第一次！慢着，你们仔细看碗中间处的缩釉点，分明是后期做旧的痕迹，用这种瑕疵来证明是真品，这未免太可笑了吧？孙德厚。苏小姐，下次有货还找我，价格好说。周元昌的窖藏不该属于你。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这碗是藏真阁新掌柜苏婉堂委托拍卖的，可对碗从未在任何公开渠道出现过。他突然拿出这种重铺，来路那是十分可疑啊！既然你对我的碗有疑问，不如让我当面解答。诸位请看，这处缩油点位于碗内立，呈针尖状凹陷，边缘光滑圆润，没有人工凿刻的尖锐痕迹。如果是后期做旧，缩油点的边缘会粗糙不平，甚至有工具留下的划痕。你说它来路可疑，那么这些是什么？说不定这些都是伪造的呢。这些证明都经过顾氏的核对，你是在质疑我们顾氏的信誉吗？不，我不是说顾氏的信誉有问题。来人，把这个扰乱拍卖秩序的人给我拖出去，并且对他进行全夜的封杀。顾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不找苏掌柜的麻烦，求您饶了我吧。竞价继续，5000万第一次，5000万第二次，5000万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霍老。还请苏掌柜到贵宾室一去。请坐。苏小姐，我用5000万买一对雍正粉彩，你觉得值吗？霍老既然举牌，说明您心中已经有答案了。哈哈哈！苏小姐，你的眼力和心理素质远超同龄人。说实话，老夫在内地见过不少年轻藏家，但像你这么沉稳的屈指可数。但我很好奇，你这些东西真的是正规渠道收购的？霍老，你这是不相信我啊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既让苏小姐不愿多说，老夫也就不多问了。1周后，港城有场私人小拍，其中一件东西，我想你会感兴趣。天青釉色温润如玉，釉面开片自然，底足露胎处隐约可见灰白的香灰胎特征。这不是乾隆仿品，这是北宋汝窑真品。多谢霍老邀请，我一定会去的。希望届时苏小姐能再让老夫开开眼界。这次拍卖会一共赚了18亿，在京城待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现在老宅已经完全翻新好了，等这趟港城之旅结束，就把爸妈接过去住。苏姐，我们到御展去了。这绝非乾隆仿品所能复制，肯定是北宋汝窑真品无疑。我得想办法引开别人视线，记住这只笔闪的编号9号。沈燕，你觉得这只康熙五彩瓶怎么样？姐，这只五彩瓶色彩真浓艳，应该是康熙官玺吧？胎质坚质，青花发色，沉纹入胎，应该是康熙早期的精品，值得重点关注。第8号拍品，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瓶，起拍价50万。
60万。 70万。 80万。 150万。 150万，这瓶子市价也就80万左右。马爷今天是跟谁较劲呢？那内地女人也不简单，敢跟马爷叫板。 180万。 200万。姐，差不多了吧？这价格已经翻倍了。让给你了。承让承让。第9号拍品，清乾隆仿汝窑笔息，起拍价30万。仿汝窑，乾隆仿的也不值这个价啊。就是30万买只仿品，脑子进水了。 30万。 30万一次，30万2次，3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女士，苏小姐花30万买只仿品，眼光也不过如此啊！各位，霍爷在隔壁的会场品鉴厅设下拍后鉴宝环节，诚邀今日成交的买家携藏品当场交流鉴定。诸位，今日品鉴会，老夫有幸请到了港城业内资深专家陈老，为大家现场鉴定。 请各位老师看看这只康熙五彩瓶，我可是花200万拍下的。这位先生，你这瓶子是民国高仿。什么？陈老，你可看清楚了？胎质虽然坚质，但青花发色过于浓艳，是后期化学颜料做旧的痕迹。底款的书写虽然模仿了康熙的风格，但比例虚浮，没有康熙官窑的刚劲，市价不超过5万。你早就知道。 你是故意的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是我让你买下的这只五彩瓶吗？你敢设局害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在港城这地界，我让你走不出去！够了！敢在我场子上撒野，你还是第一个！苏掌柜，把你那只笔窖拿上来，让老夫长长眼。此件为天青釉色，镶灰胎，蟹爪纹开券。 这是北宋汝窑官款珍品，市场估值2亿以上。2亿？苏姐，你是我的神！苏掌柜，你不仅眼力毒，心计更深，老夫佩服。霍老谬赞，我只是相信好东西总会被懂它的人发现。说得好，苏掌柜，以后港城的地界你随时来，老夫随时欢迎。姐。 你今天真的太厉害了！30万捡漏北宋汝窑，那可是2个亿啊！这消息要是传回京城，藏真阁的门槛非得被踏破不可。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顾少刚才发来短信，说京城古玩圈已经炸开了锅。名气是把双刃剑，霍老的赏识能让我们一飞冲天，但这2亿的捡漏，也会招来数不清的豺狼。姐，你是说有人会找麻烦？周明远肯定已经知道了，还有那些藏在暗处的人，他们不会眼睁睁看着藏真阁做大。 姐，这个你拿着，我不能随时陪在你身边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哪位是苏掌柜？我是。2位是？京城古玩协会调查员马建国。我们收到匿名举报信，质疑苏掌柜短时间内拿出大量重器，来源可疑，协会要求介入调查。 树大招风啊！捡了2亿的漏，谁不眼红？马建国，苏掌柜的每一件藏品都有完整档案，这是行业规矩，也是藏真阁的底线。秦爷，我们只是按程序办事。苏掌柜，请配合我们查看近1年所有藏品的收购记录和上拍档案。请便。小李，去把档案室的全套资料搬出来。 这是故事拍卖行出具的正式公函，每一件上拍拍品的鉴定证书、来源声明。这是银行流水，每一笔进出都有据可查。马哥，这档案确实挑不出毛病。苏掌柜准备得很充分，但协会既然接了举报，我们就得问清楚。这些藏品中，有部分从未在任何公开渠道出现过。苏掌柜是从什么渠道收购的？ 古玩行讲究货不过手，很多好东西是通过私人关系、圈内转让获得的，不公开是规矩。苏掌柜，档案没有问题，
但协会还是会持续关注，希望苏掌柜好自为之。多谢提醒，藏真阁行得正，坐得刀，不怕查。姐，这匿名举报会不会是周明远干的？除了他，还有谁这么恨我？我陪你去。晚唐，妈以前错怪你了。是啊，晚唐，爸也老了，以后爸听你的。妈爸，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咱们一家人以后好好过日子。阿姨、叔叔，尝尝我泡的茶。小伙子，晚唐一个人撑着这么大个店不容易，你可得好好帮他。叔叔放心，我一定拼尽全力。藏真阁苏掌柜以30万捡漏北宋汝窑珍品，经港城收藏界泰斗霍延恩亲自鉴定，市场估值2亿以上。此消息一出，京城古玩圈为之震动。苏万腾，现在工作没了，都是你害的！既然我活不下去，你也别想活，咱们同归于尽。终于可以把爸妈接来了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姐，我去把行李搬下来。别动，敢动一下，我就捅进去！姐，都别动！谁敢上去一步，我现在就捅进去！周明远，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我为什么不敢？苏万堂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以为你开了店捡了漏，成了人上人，就能把我周明远踩在脚底下？你踩在脚底下的，从来都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闭嘴！要不是你当众让我出丑，婉婉怎么会离开我？我怎么会被公司开除？我怎么像条狗一样被人追着打？你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是你咎由自取。我咎由自取？我娶了你3年，3年里我供你吃供你住，没有我，你早就饿死在城里了。你现在发达了，翻脸不认人了。我们结婚得3年里，我每天都在挤公交、吃泡面、穿地摊货。偷偷存了50万，在外面养小三。那我也是你丈夫，你发达了，你就该拉我一把。凭什么现不救？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凭什么？周明远，你这辈子只会把过错推给别人，你从来不敢承认你就是个废物。我只要你陪我死，咱们同归于尽。你毁了我，你也别想活。你以为你赢了啊？你这辈子注定不得好死。苏万堂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姐。姐，喝点茶，压压惊。都过去1天了，
你还这么紧张？我怎么能不紧张？昨天他刀抵着你的时候，我心脏都要停了。沈燕，谢谢你。这一路走来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撑到现在。姐，是我该谢谢你。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给了我尊严，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。姐，我无权无势，没有顾少那样的家世，也没有秦爷那样的资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但我有一颗心，一颗拿命换你一世平安的心。姐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但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求你嫁给我，让我守着老宅，守着藏真阁，守着你的一切。傻小子，我答应你，但婚后必须叫我老板。老板、老板娘都行，只要你答应。沈燕，以后我们一起守着藏真阁，守着苏家老宅，守着我们的家。姐，不，老板，我沈燕这辈子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